当下年轻一代，国际上他们是 Z 世代，在中国我们更常说00后。国际上有当 Z 世代做某职业，在中国我们说当00后踏上某岗位。在国际上，人们对于 Z 世代的社会生存、就业困境激烈的讨论。在中国，我们也时常对00后的时代黑历做大盘点。不同的互联网海域，同样的情感，年轻一代的社会化总是全世界的热议话题。那么中国的00后就等于世界的 Z 世代吗？为什么在中国 Z 世代这个称呼并没有传播开来呢？首先，我们清楚世代的含义和后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根据社会与技术迭代而将一时期内出生的所有人做概括，这一时期跨度一般在15年左右；而后者则是根据自然时间，将在一个0到9整区间内所出生的所有人做概括，区间长度就是10年。前者是社会时间概括词，后者是自然时间概括词，所概括的社会群体分别对应为社会时代、年代时代。年代世代以10年为界，根据自然年龄对社会群体做代际划分。社会时代的形成则是依赖于在群体关键成长阶段时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根据这些事件塑造的群体记忆而做出的非固定时间代际划分。在西方的代际划分体系中， Z 世代是指出生于1997到2012年的群体，因为在互联网飞速发展、全面普及的时期成长，故又称之为互联网原住民。Z 世代的名称是在 X 世代、Y 世代命名基础上沿袭而得来的。社会时代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在学界引起热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推广。2000年左右，中国的年代文化开始兴起，彼时社会因一群出生于80年代的先锋作家掀起一股新时尚风潮。80后写手、80后诗人、80后杂志、80后网站等一系列冠以80后名称的事物，使得当时的年轻人们感到共鸣，形成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并迅速辐射至其余的10年代，诞生出70后、90后、00后的称呼。为什么在中国是年代时代流行而不是社会时代呢？私以为原因有3：其一，文化由人创造，由人传播，文化的兴起繁荣离不开人的推动。世代文化是一套完整的社会学理论，它诞生于西方，成长在西方，而当时中国学界活跃的知识分子们大多是出生于6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对于这套与他们认知中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承记忆完全不一致的理论，他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尽管一些学者尝试将其本土化，但也并没有说服整个学界。最终，这恼恼不休的争论也止步于学界，社会并没有受到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影响。而在2000年左右，后文化潮流的兴起，创造这一文化的是出生与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天然拥抱多元文化、热爱多元文化的80后。一切新的事物对他们有天然的吸引力，他们也热衷于传播、追赶、引领潮流，并创造新的潮流。于是，流行文化的创造者不同，接受流行文化的受众不同，流行文化的传播程度不同，后文化在中国生机勃勃。其二，互联网的普及打通信息传递渠道，使流行文化的传播面更广，形成文化潮流趋势的速度更快。中国于1994年接入全功能互联网，1995年向社会开放计算机接入服务。互联网技术打破信息传递的壁垒，使普通民众可以直接获得并传播最新信息。互联网以前，信息源于权威，权威制造流行；互联网以后是大众选择信息，大众的喜爱促使流行。世代文化传入我国时，因学界主流的不认可，传媒的不推广，致使大众对此知之甚少。而与世代文化同期传入我国的代沟概念，同为舶来品，同为代际理论重要概念，因受到学界、传媒界的热烈欢迎，到今天几乎也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的常识。到年代世代兴起时，互联网已经在中国普及了很长时间，年轻人们对于网络交流、论坛讨论已经习以为常。于是，一个新兴的说法很快就能在网络上形成热词，并从网络蔓延至现实生活，从年轻一代影响至整个社会。其三，新中国常年维持稳定且高速的发展，使得社会时间稳定与自然时间形成了相对平行的巧合。唯有牺牲多壮志，干教日月换新天。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10年都是风云激荡，换了人间。
所以，尽管我们在使用某某后作为一代人的概括时，往往只侧重于它的自然时间属性，但实际上，当我们在说我是00后，我是80后的时候，就已经涵盖了这10年间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进行了世代所强调的社会时间概括，并且因为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刚好处于一个10年段的结束，所以40后与50后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的理解误差。人民群众接受度高，潮流传播渠道通畅，与客观现实适配。于是，在全世界流行社会时代的时候，年代时代却在中国风生水起。中国就真的放弃世代文化了吗？非也。虽然世代文化在中国的大众知名度不高，但其实现在的学术研究和广告传播中对 Z 世代的关注越来越多，甚至开始持平和超过对于00后的研究。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提到，因为中国的社会与技术迭代速度较快，所以我们的某某后的10年就是一个世代，它兼顾了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那如果速度再快呢？发生了陡增呢？陡增前后社会变革系数出现了代差呢？陡增出现在非10年段的首尾呢？那么就会出现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错位。自然时间线性相用，社会时间随社会变革的速度而变化。又因为某某后本身是自然时间属性，于是在产生不一致后，就会使得这一概括中出现社会时间属性的脱离，而导致这一概括的社会群体出现了社会代际定位的缺失。比如，中国的95后应该是哪一代人？是属于90后一代还是00后一代？从自然时间来说，95后是毫无疑问的90后一代人。但我们都知道，自1995年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的技术发展与社会生活和这之前的世界完全是2个量级。以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来看，95后、00后同样处于互联网普及初期与移动互联网诞生之间，将他们视为在社会时间内的一代人，无疑更为合理。于是，尽管上世纪的本土化不算顺利，但将互联网普及后所出生和成长的群体视为一代人来研究的做法，在学界相当普遍。又根据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的 Z 世代应当划分为出生于1995年到2009年之间的群体，即从社会学的角度肯定了95后、00后是同一代人的观点。在今天的中国，对 Z 世代的研究早已不再仅限于学界。作为当下最年轻的成年人， Z 世代是世界目光的焦点。Z 世代的消费潜力、社交习惯、流行文化、职业态度、精神追求等都是社会热议的话题。成熟的社会正对这一群体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与评判，试图在新生代的变化和旧规则的稳定中做公正的裁判员。这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参考。但是，人类科学服务于人类，社会科学回归社会。年轻的一代贫瘠而困惑，社会绝不能够只是旁观与记录。Z 世代的社会化与整个社会群体息息相关。Z 世代的命运与本质存在于社会全体的行动后面。年轻一代的社会化需接受社会的审视、批判与解构，但社会也需要给予这年轻一代同情、指导和空间。不远的将来 ，Z 世代会彻底融入社会，而新的年轻一代也将迎来他们的群体课题。时间在3维世界里众生均等，无论你是哪个世代、哪个年代的年轻人，都祝愿你拥有快乐的明天。我是陈一潇，我们下期再见。